华，夜华，夜华，你睡了吗？没有，奈奈可在房中。奈奈，她已经睡了。我听奈奈说，北荒的战事吃紧，你可还好吗？我很好。我们有半年未见了。夜华，我同你讲，他呀，这几日活动的厉害，有的时候都能摸到他的手跟脚。我不希望他这么着急出来，我怕他出生的时候你看不到。夜华，我想问你，那日在东荒大泽，我们发过的誓言，可还作数？我是想等孩子出世以后，给他讲爹娘的故事，好知道他爹是怎么想的。作数。我知道了，你保重，我等你回来。小家伙，你爹他很快就回宫了，你要慢点长大，等他看着你出生，那样才好，啊。君上，大胜！收下去。那义军离境，趁着天气大寒，运了许多兵到上游，又用妖法提前让冬日寒冰融化，随后借我天族雷雨两神法力，接连降雨3日夜，让山洪爆发，洪水冲过北荒诸地，敌军不战自败。这如此说来，不只是叛军，就连北荒的异界生灵，啊，真是啊，不愧是擎苍的亲儿子。这异界并非我天族领地，此番出兵也是为了助异族平叛，但这种做法，臣也难以接受。兵分5路，一路去沿途水灾处尽可能救人，其余4路按照先前与义军的约定，守住北荒4个落路，拦截溃军。是。大哥，数万年不见了，没想到再见，你我又是兵戎相见。李靖，你好狠毒！你竟置北荒数十万异界生灵于不顾，与天族联手将他们灭族。你错了，害他们的人是你。如果不是你煽动他们拥护你，他们怎么会死得这么惨？胭脂，自父君被封印，我待你如何？
二哥哥，而你为何要选择帮这个人？二哥哥，胭脂不想与你二人为敌，你们谁死都不是胭脂想要看到的。所以这些年跟在大哥身边，是因为不希望看到他做伤害你的事。拿下！林静，你要想杀我的话，就亲自来好了。让这些低贱的家伙动手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想要你的命，大哥。好，那我就带你一起去见父君。呀！大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无论如何都不会跟二哥刀兵相向。滚！大哥。金尼兽，公主殿下。你终究不负本君所望，诸位也辛苦了。监军福泽深厚，得复审必用。娘娘，娘娘，太子殿下已经大圣回宫，正在大殿与天君议事呢。立刻将这帖子送入一览芳华，就说邀那位娘娘去莲池赏花，天宫女眷们大都会赴宴。若是一览芳华外有侍卫阻拦你，就说天君已经解了一览芳华的禁足令。是，娘娘。哦，这是素锦天妃的帖子，邀天宫诸位女眷去莲池赏花，天君已恩准一览芳华的娘娘同去。这若是不信，可查验。仙子请。娘娘慢些走，身子越来越重了，走几步都觉得好累啊。娘娘已经快要临盆了，本能去了这帖子，为何还要坚持来莲池啊？天宫的女眷都要去，我是夜华的妻子，岂有不去的道理，对吗？嗯，我们娘娘是喜无宫唯一的女眷，与太子殿下也是拜过东荒的，他们不认也不行。我们娘娘就是太子殿下的妻。
素素。啊，真是不巧，听说夜华刚刚班师回朝，天君命人将这宴席散了，都去迎夜华了。夜华他回来了，不错。我特意等在此处，就是为了带你去呢。好，快带我去见他。我们走吧。娘娘，走吧。你放开我！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。像你这种下界提上来的小仙娥，阶品最低，怎敢在素锦天妃跟前说话？我家娘娘有身孕，是不能来诛仙台这种戾气太重的地方的。娘娘，娘娘！怎么回事？我们走吧。可是，走吧。父君为何忽然要把素锦赐给你？这哪是恩赐啊，分明就是强加不痛快嘛！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恭喜殿下，不止大胜叛军，更是赢得美人呐！殿下以后可要善待这位忠臣之后啊！殿下，我家娘娘在诛仙台与素素娘娘起了争执。不是这样的，殿下。你知道吗？天君要给夜华册立大典，将我赐给夜华做夫人。我与夜华情投意合，这九重天上就不是你这个女人该待的地方。生下孩子，你就从这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回你该回的地方吧。是夜华让我回去的吗？我是他的妻子，自然要跟着他了。你真这么认为吗？夜华，夜华，你不要怪素素，想必她也不是故意推我的，只是听了天君要将我赐给你的消息，有些冲动。夜华，我没有推他，我没有推他，你相信我。殿下，夜华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推他。夜华，真的我没有推他，你相信我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我没有推他。夜华，夜华，夜华，我没有推他。将他带回依兰芳华，领我的旨意，不准踏出半步。娘娘，我没有推他。
我知道天君要将我赐给你时，有多欢喜。我一命遥望过来，你先不要说话。素锦丫头，叔伯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过去时，正好看见素锦与素素假意争执，假装被素素推下去的样子，自己跳下去诬陷她。素锦自己跳下去的。早知道刚才就拦着众头领啊！这个女人敢将天妃推下诛仙台，这可是死罪呀！你打算如何？我能如何三生？我若为素素开脱，更会让天君以包庇他为理由治他死罪。可是你，天君，夫君，妖王，是。出了何事？天妃怎么伤了双眼？回天君，娘娘今日本是要宴请天宫女眷，因为太子殿下突然班师回朝，就散了宴席。谁知却被一览芳华的那个凡人带去了诛仙台。奴婢也不晓得他说了一些什么，可是他突然就推了我们家娘娘下去。幸亏太子殿下来得及时，娘娘才捡了条命回来。什么？这个女人竟敢害天妃性命！真是岂有此理！素锦天妃乃忠良之后，何族老小都为天族捐了命。就算是我们几个分支头领，就算是天君，平日里对她都是和颜悦色，照顾有加。区这么个女人，竟敢将她推下诛仙台！天君，太子，绝不能轻饶这个凡人，定要将他推下诛仙台，让他魂飞魄散，才能赔了素锦这双眼睛啊！不错，绝不能饶了这个凡人。天君，依臣看，那凡人腹中已经有了太子殿下的孩子，怕是晓得素锦要被赐婚给夜华，一时失手了呢。失手？这也叫失手？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天妃的眼睛都瞎了。诸位叔伯，不要再迁怒于那个凡人。毕竟，他腹中已有了太子殿下的骨肉，他是无心的。此事不用你开口，本君会给你个公道。天君，夜华，素锦是忠烈之后，我天族本应该善待她，今日却让她被这个素素伤成这样，此事不给个合议的说法，未免令诸位卿家心寒。你以为如何处置那个素素，才能平息众怒，给素锦一个公道？奶奶，你一定要替我作证，我没有推他，是他设局陷害我。娘娘，奴婢到诛仙台时，素锦天妃已经在太子殿下怀中了。连你也觉得是我推的他吗？不，奴婢不信。娘娘，你上次也见着了，就算奴婢为娘娘作证，也没有人肯相信奴婢的话。你说的对，就算你肯为我作证，也不会有人相信我，就连夜华都不信，更何况是旁人。
不过夜华，她跟素锦是青梅竹马，又这么爱他，自然不会信我的话。娘娘，你说什么呢？这话可不能乱说。素锦可是天妃啊！很快就不是。娘娘，你说什么？她已经被赐婚，给夜华做侧妃了。什么？我没有推她，夜华一定不会只听信她的话。方才上面有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，一定有人看到不是我推她的，不是我，应该不会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快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娘娘，娘娘，怎么了？天亲所言甚是。方才孙儿也没有瞧真切，只听天妃说，素素此举乃是无心之过。纵然是无心之过，却伤了天妃的一双眼睛。身为凡人，却将一位天妃推下诛仙台，素素此举，的确是罪无可恕。不知让素素赔上一双眼睛，再加3年的雷刑，可否让天妃还有众卿家满意？太子说的不错，不错。天妃刚才的确也说，凡人是无心的，我们就不必太过苛责于他了。啊，对，3年雷刑已是重刑，太子这法子很公允。太子圣德。好，如此甚好。天君，素素，她曾有恩于孙儿。天君教导孙儿，得恩不报，枉为君子。当初素素也是因为孙儿被带上天宫的，如今出了这种事，孙儿更应该负起这个责任。更何况，她腹中怀着孙儿的骨肉。因此，孙儿恳请天君恩准，让孙儿代受这3年的雷刑。你要代他受3年的雷刑？不错。为了报恩，也为了他腹中孙儿的骨肉。好，本君答应你。谢天君。本君今日就命人去取他的双眼，让药王为素锦用上。你自己去神霄玉府，领雷霆万钧之刑吧。普化天尊刚正不阿，并不会因为你是太子而对你有所偏袒。记住，3年，少1日都不行。孙儿明白。孙儿还有一事，恳请天君恩准。求天君让孙儿亲手去取下素素的双眼。什么？你要自己取？你既然如此坚持，那你就自己去做吧。孙儿遵旨。我家娘娘可有什么大碍？没有事，还好，小殿下没有什么问题，娘娘也没有什么大碍。那就好。
拜见太子夜华殿下。你相信我。下去。是。所以你才来看我的，对吗？我相信你没有推他下去。为什么？你别过来！素素，我没有。素素，我一定会和你成亲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。娘娘，药王说你不能大悲大痛，只要好好养些日子，就会好的，就会好的，就会好的吗？你告诉我，怎么才能好？我的眼睛不在了，怎么会好？我的眼睛不在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本君来受雷霆万钧之幸。好，一共3年，每天49道雷霆，1道都不会少。这万钧雷霆丝毫伤不到太子的命，但是每一道落在身上，就犹如元神瞬间被撕裂，许多的神仙曾痛晕在此。殿下，是否要让闲杂人等先行离开？不必了。好，太子，请上刑台。太子殿下得罪了。
点干系都没有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不是我做的，为什么要我去还？都下去。是。三叔，认为夜华经过北荒这一战，是否有资格备受太子印？你有大圣鲛人族和北荒平叛的功绩，四海八荒威名远播，天君也是时候受印了。只不过你这满身的伤，受太子印可是要受36道荒火、9道天雷的大业。三叔怕你扛不住。在三叔眼中，夜华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吗？昔日身为储君，连36道荒火、9道天雷都承受不住，如何能让四海臣服？三叔直说吧。之前你在长海受了些重伤，确实有些勉强。无父，你为何如此急？就不能缓一缓吗？先前我以为，只要不常去一览芳华，只要在众人面前假装不在意的，就能保住他的性命，所以我不敢去的。只想让他把孩子生下来，平安放回人间。但今天我明白了，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无论我如何做，天君都会要了他的命。不错，天君是因为二哥的事真的怕了，他不敢再冒险。毕竟你是太子，你比二哥对天族来说更重要。所以，只要我备受了太子印，我就是真正的储君。那时候，就可以不用再管任何人，名正言顺的纳素素为妃了。你要在天宫娶她？不错，我要昭告四海八荒，立她为侧妃。求娘娘，求娘娘了！奴婢不想离开一览芳华，奴婢不想。天君的意思是，凡是见到此事的仙娥，都要离开天宫，也是为了将这等丢人的丑事掩盖，以免丢了天族的颜面。我家娘娘就要临产了，又没了眼睛，除了奴婢，这9重天上再也没人能照顾她了。求娘娘让奴婢留在一览芳华，照顾我家娘娘生下小殿下。求娘娘了！没想到，一览芳华还有如此忠心的奴婢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到了下界仙山，这桩事就要烂在心里，对谁都不能说。你们可都记住了？奴婢们知道了。怎么赶走那么多仙娥啊？出什么大事了吗？大事，倒真是有一桩。听说太子殿下宫中的那个凡人素素与素锦起了争执，一把将素锦从诛仙台上推了下去。之后，太子殿下亲手将素素的双眼挖去，赔给了素锦。太子为什么要对素素那么做？唉，天君有意将此事掩盖，于是将看见此事的仙娥、侍卫都放到下界仙山去了。方才你看见的应该是最后一批。
那他为什么要掩盖呢？这背后的事，小仙就不清楚了。不过帝君曾经说过，这一览芳华如今是九重天上最大的是非之地，真是什么事也逃不过帝君老人家的法眼呐。小殿下，你去哪儿？坏了，该不会又多事去一览芳华了吧？谁？是我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小狐狸，你说你在天宫这么谨慎，为了那个太子，恨不得每个人都去讨好，怎么会把素锦推下诛仙台呢？你是不是因为知道我眼睛没有了，特意来看望我的？你知道吗？在这九重天上，他曾是我的唯一。我一直想着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可以一起拉着孩子的手，去看十里云海翻腾，万丈金芒流霞。可是如今，眼睛都没了，还能看什么呢？小狐狸，你的光明于他，本就没什么特别的意义。素锦。